黄昏的光透过窗户，映在老刘布满皱纹的脸上。他摆弄着茶几上的全家福，目光落在儿子刘大山得意的笑容上。爸，这3套拆迁房，您真打算都给大山？女儿小月轻声问道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。自古传男不传女，这是规矩。老刘放下相框，语气坚定。小月没有哭，只是点点头离开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刘站在窗前，望着远处高耸的塔吊和尚未完工的高楼，眼中流露出几分感慨。这片曾经的老村庄，如今已被钢筋水泥的森林取代，而他这辈子从未想过，有一天自己会从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摇身一变，成为拥有3套房产的富翁。爸，这边签字。刘大山的声音打断了老刘的思绪，他转过身，看到儿子正和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站在桌前，桌上摊着几份合同。这时，老刘走过去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安置房分配协议啊？我和村委会主任都谈好了，3套房子都写你名字，你签完字以后，你想给谁就给谁。”刘大山说着，把笔递给老刘。老刘接过笔，在原来的农田上盖了高楼，政府补偿每户3套安置房，这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不少人家因为房子分配问题闹得不可开交，有的甚至大打出手。想到这，老刘不禁庆幸自己只有一儿一女，省去了不少麻烦。签完字，老刘看着儿子满脸的笑容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刘大山今年45岁，在县城开了一家小建材公司，生意时好时坏，但总算能养家糊口。比起那些整天游手好闲的儿子，老刘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。爸，房子分配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回家的路上，刘大山状似不经意地问道。老刘沉默片刻，开口道：“我想好了，3套房子都给你。你妹妹是个女孩，早晚要嫁人，房子给她也是便宜了别人家。再说了，她在市医院当医生，工资高，生活也稳定，不像你，生意上要用钱的地方多。爸，您真是明事理。”刘大山眼睛一亮，拍了拍老刘的肩膀：“我就知道您最疼我，不过这事还是得跟小月说一声，免得她心里不舒服。”老刘点点头：“你说的对，周末她回来，我当面告诉她。”周末很快到来，刘小月如约回到老家。她今年40岁，在市中心医院骨科工作，是一名主治医师，工作繁忙，她很少回家，每月只抽空回来看望父亲一次。一家人吃过晚饭，老刘清了清嗓子，严肃地说：“小月啊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。”刘小月抬起头，温和地笑道：“爸，什么事？您说。”“是这样的，拆迁分了3套房子，我想了想，都给你哥。”老刘盯着女儿的脸色，继续说：“你在医院工作，收入稳定，也不缺房子住。你哥不一样，生意需要钱，孩子也要上学，压力大。”听完父亲的话，刘小月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但她很快调整好情绪，轻声说：“爸，您决定就好，我尊重您的选择。你真的不介意？”老刘有些意外，他原以为女儿会有些不满。“有什么好介意的？您是我爸，房子是您的，给谁是您的自由。”刘小月语气平静，脸上看不出任何不悦。一旁的刘大山和王芳对视一眼，眼中流露出几分得意。王芳笑着对小月说：“妹妹，你放心，等房子装修好了，爸就搬来跟我们住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他。”刘小月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当晚，
他便以医院有急诊为由，提前离开了。老刘望着女儿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有些不安，但转念一想，女儿从小就懂事，不会为这种事闹情绪。再说了，自己这么安排也是为了整个家庭考虑，女儿应该能理解。3个月后，安置房交付，刘大山马上着手装修2套，一套自住，一套准备出租。按照约定，老刘搬进了儿子家里。刚开始的日子，一切都很顺心。刘大山工作忙，但每天早晚都会嘘寒问暖。王芳虽然性格强势，但对老刘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老刘心想，自己这个决定果然没错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儿子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儿媳妇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爸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还把饭粒撒得到处都是？一天晚饭后，王芳不耐烦地抱怨道：“每次都是我收拾，烦不烦啊？”老刘低下头，默默拿起抹布擦拭桌面。他没有反驳，只是心里泛起一丝苦涩。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，老刘在家中的地位逐渐下降，从最初的尊贵客人变成了免费保姆。白天，王芳上班后，她负责打扫房子、洗衣服、买菜做饭，晚上还要帮忙辅导孙子写作业。更让老刘心痛的是，刘大山3番5次向他借钱，先是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后来又说要扩大规模需要投资，再后来就变成了暂时借用。老刘的积蓄就这样一点点被掏空，到最后连养老金都不能完全自由支配。爸，您这个月的养老金到账了吗？借我5000，下个月一定还您。一天，刘大山又开口借钱，这个月才发了3000多。再说，上次借的1万多你还没还呢。老刘犹豫着说：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刘大山脸色一沉：“我不是您儿子吗？跟我还谈什么借不借的？再说了，当初3套房子都是您自愿给我的，我不是逼您的吧？”听到这话，老刘心里一阵刺痛。他没想到自己深爱的儿子会用房子来要挟他，但是为了家庭和睦，他最终还是妥协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老刘的处境越来越尴尬。一次晚餐上，王芳当着亲戚的面公开抱怨道：“现在老人真是越来越难伺候了，吃这不行，吃那不行，还浪费粮食。我每天工作那么累，回来还要伺候他，真是受不了。”亲戚们面面相觑，气氛顿时尴尬起来。老刘强忍着羞辱，默默低头吃饭，但心中的委屈和愤怒已经积累到了极点。就在这一晚，老刘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搬出去过自己的生活。第2天一早，趁儿子儿媳都上班后，老刘简单收拾了一些衣物和日用品，悄悄离开了。他在城郊找了一间简陋的出租屋，月租只要600元。虽然条件差，但至少可以安静的生活。为了维持生计，老刘开始在小区附近的社区花园种菜。他从农村出来，种菜的手艺不差。很快，老刘的菜地茁壮成长。他开始在早市上摆摊卖自己种的蔬菜。老刘，你的白菜长得真好，给我来2颗，谢谢，您慢用。老刘笑着收下钱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。虽然生活艰苦，但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松。在菜市场，老刘认识了一群和他年龄相仿的老人，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聊天、下棋，生活倒也充实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有2个儿子，更没有提及那3套房子的事。在这里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，靠自己的劳动生活，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。一天早上，老刘正在摆摊，
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，他眯起眼睛定睛一看，竟是许久未见的女儿刘小月。小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刘惊讶地站起身。爸！刘小月快步走过来，脸上满是担忧。我找您好久了，您怎么一声不吭就搬出来了？大山说您去南方旅游了，我差点信了。老刘避开女儿关切的目光，低声道：没什么，就是想自己住着自在点。自在？刘小月环顾四周简陋的摊位，又看了看父亲晒黑粗糙的双手，眼中闪过一丝心疼。爸，这就是您说的自在？您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不想麻烦你。老刘打断女儿的话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管我这个老头子？再说了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刘小月没有再追问，而是蹲下身，帮父亲整理摊位上的蔬菜。这些菜都是您自己种的？社区花园里有块地，我租来种的。老刘点点头，脸上露出几分自豪。你看这白菜，水灵着呢，比超市里的强多了。那我全买了。刘小月说着，掏出钱包。别！老刘连忙阻止，自家人哪能收你的钱？那不行，您辛苦种的菜，凭什么白给我？刘小月坚持付钱，然后又提议道：爸，我有个主意，我们医院食堂需要新鲜蔬菜，您种的这些正合适，以后您可以直接送到医院去，价格肯定比菜市场高。老刘迟疑了一下，这不好吧？会不会给你添麻烦？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刘小月笑着说：您可是我爸，我不帮您帮谁？再说了，医院食堂确实需要新鲜蔬菜，您这是帮他们解决问题呢。就这样，在女儿的安排下，老刘开始每周3次给医院食堂送菜。这份稳定的生意让他的生活有了保障，不再需要风吹日晒的在菜市场摆摊。与此同时，刘小月也常常来老刘的住处看望他，有时带些营养品，有时只是陪他聊聊天。每次来，他都会仔细打扫房间，确保父亲的生活环境干净整洁。爸，你有没有想过参加些活动，认识些朋友？一天，刘小月提议道：我听说社区有个老年大学，教书法、唱歌什么的，您兴趣不是挺强吗？老刘摇摇头：我哪有那闲工夫，种菜都忙不过来。那我帮您报名吧，试试看，不喜欢再退出也行。刘小月不由分说，替父亲报了名。出乎老刘意料的是，老年大学的生活给他带来了新的乐趣。他在那里学习书法，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每周2、4、6的下午都过得充实而快乐，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。转眼半年过去了，老刘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的生活，甚至有些庆幸当初的决定。虽然生活条件不如在儿子家好，但内心的平静与满足是金钱买不来的。一天，老刘正在社区花园修剪菜苗，忽然接到刘大山的电话：爸，您在哪儿呢？我找您好久了。电话那头，刘大山的声音带着几分焦急。老刘沉默了一下，才开口道：我住在城郊，自己租了房子。什么？您怎么能这样啊？我和您妈都急死了。刘大山语气中满是责备：您这么大年纪了，一个人住在外面多危险啊！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老刘淡淡地说：不用你们操心，爸，您别任性了，赶紧回来吧。刘大山的语气软了下来。再说了，您马上就要70大寿了，我们正准备给您办寿宴呢。听到寿宴2字，老刘心中一动。在中国传统观念里，70大寿是个重要的日子，也是全家团聚的好机会。思考片刻后，他妥协了：行，我回去，不过寿宴就不用办了，
简单吃个饭就行。这怎么能行？刘大山立刻反对：“您是我爸，70大寿，怎么能不好好庆祝？我都跟亲戚朋友说好了，在金龙大酒店办10桌。”老刘听了，心中暗叹一声，他知道儿子办这个寿宴，与其说是为了他，不如说是为了面子。但既然话已出口，他也不好拒绝。那行吧，你安排就是。挂了电话，老刘叹了口气，他没有告诉儿子自己这半年来的真实生活，也没有提及小月常来看望他的事。不知为何，他感觉这些事还是不说为好。寿宴前1周，老刘回到了儿子家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儿子儿媳对他格外热情，一改之前的冷淡态度。王芳更是3天2头买好吃的给他补身体，刘大山也常常坐下来陪他聊天。老刘心里明白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寿宴，但他也不点破，只是默默配合。终于70大寿这天到了，一大早，王芳就张罗着给老刘穿上新买的唐装。刘大山也特意请了假，陪在父亲身边。爸，今天来的都是亲朋好友，您可得给我们长脸啊！刘大山笑着说：“我还特意邀请了几个领导给您捧场。”老刘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他知道，所谓的给面子，不过是儿子想借机攀附那些领导罢了。下午3点，寿宴准时开始。金龙大酒店最大的宴会厅里，10桌宾客已经落座。老刘在儿子的陪伴下挨桌敬酒，宾客们纷纷称赞他福相好，儿子孝顺。老刘只是笑笑，没有多言。敬完酒，回到主桌，老刘四下张望，却不见小月的身影。大山，你妹妹呢？怎么还没来？老刘问道。我给她打过电话了，她说医院有台手术，可能晚点到。刘大山随口答道，显然不太在意妹妹的缺席。老刘心里有些失落，但也理解女儿工作的特殊性。就在这时，宴会厅的门被推开，刘小月匆匆走了进来。对不起，爸，我来晚了。刘小月走到老刘身边，递上一个精致的礼盒，祝您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老刘接过礼盒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你来就好，来就好。就在这时，刘大山站起身，拍了拍手，示意大家安静。他走到大厅中央的小舞台上，拿起话筒：“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是我父亲70大寿，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参加。我爸一辈子勤劳善良，把我和妹妹拉扯大，现在终于可以享清福了。”台下响起一片掌声。刘大山继续说道：“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公司最近又拿下了一个大项目，市中心的商业广场。”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生意，完全忘记了这是父亲的寿宴。老刘坐在位子上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。他想起半年前那个寒冷的早晨，自己独自一人离开儿子家时的心情。那时他以为儿子会来找他，至少会关心他去了哪里，过得怎么样。然而直到他主动打电话，儿子才想起来他这个父亲。刘大山还在台上侃侃而谈，宾客们的注意力早已不在老刘身上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打断了刘大山的演讲：“抱歉，打扰一下。”刘小月站起身，走向舞台。既然今天是爸爸的寿宴，我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，想在这里展示给大家看。刘大山愣了一下，有些不悦地看着妹妹，但碍于众人在场，还是让出了位置。刘小月接过话筒，转向宾客们：“各位叔叔阿姨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是我爸70大寿，我想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。”他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个 U 盘，插入投影仪，请大家看屏幕。
酒店的大屏幕亮起，上面显示出一座漂亮的小别墅。这是去年我买下的一栋小别墅，位于市郊的湖边，环境安静优美。刘小月的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宴会厅：“爸，这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，从今天起，它就是您的家了。”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屏幕上那座精致的小别墅上。老刘张大嘴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刘大山和王芳的脸色则变得异常难看。小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刘大山终于打破沉默，声音中带着明显的不满。刘小月微微一笑，并不理会哥哥的质问，而是继续操作投影仪。屏幕上的画面切换，显示出别墅的内部，宽敞明亮的客厅，舒适的卧室，设备齐全的厨房，还有一个被阳光充满的小花园。爸，您看，这个小花园足有50平方米，您可以在这里种菜、养花，跟现在比起来宽敞多了。刘小月温柔地说道：“房子我已经装修好了，随时可以入住。”老刘的眼睛湿润了，他从未想过，一直默默无闻的女儿竟然为他准备了这样一份礼物。可是老刘有些迟疑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刘小月打断父亲的话：“爸，您别担心钱的事，这些年我一直在医院工作，收入还不错，再加上做了些投资，买这房子不成问题。”等等，刘大山插话道：“小月，我不明白你今天这是什么意思？爸住在我家里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搞这一出？”刘小月转向哥哥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“大山哥，你真的觉得爸在你家过得好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这半年来，爸一直住在城郊的一间破旧出租屋里，每天天不亮就去社区花园种菜，然后到菜市场摆摊卖。你知不知道，他70岁的人了，每天弯腰驼背的干活，就为了赚那几十块钱的生活费。”宴会厅里的气氛瞬间凝固，宾客们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刘大山和王芳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。“你胡说什么？”王芳终于忍不住站起来，厉声道：“爸是自己要出去旅游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刘小月冷笑一声，再次操作投影仪，屏幕上出现了一段视频。老刘在菜市场摆摊的画面，他穿着褪色的旧衣服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却还要笑着招呼顾客。这是旅游吗？刘小月的声音变得锋利：“爸，您告诉大家，为什么要离开大山哥家？为什么宁愿自己住在那么简陋的地方，也不愿意回去？”老刘低下头，沉默良久，才缓缓开口：“我只是不想麻烦他们。大山工作忙，芳儿照顾家里也不容易。爸，您就别替他们遮掩了。”刘小月打断父亲的话，眼中含着泪水：“您忘了王芳当着亲戚面是怎么羞辱您的吗？您忘了大山是怎么一次次向您借钱，最后连您的养老金都不放过的吗？您忘了当初他是怎么保证好好照顾您的吗？”宴会厅里一片哗然，宾客们议论纷纷，不少人用谴责的目光看向刘大山和王芳。“小月，你别血口喷人！”刘大山急了：“我什么时候对爸不好了？够了！”老刘突然高声打断儿子的辩解，站起身来：“大山，你别说了。”他转向满屋子的宾客，深吸一口气：“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是我70大寿，本该是喜庆的日子，没想到闹成这样。实不相瞒，小月说的都是真的。半年前，我确实离开了大山家，一个人住在城郊，靠种菜卖菜为生。”刘大山和王芳面如土色，不敢相信父亲会当众承认这一切。“爸，您这是何必呢？”刘大山试图打圆场，却被老刘抬手制止：“
我今天70岁了，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也该看清楚一些事情了。老刘的声音坚定而平静。当初村里拆迁，分了3套房子，我把全部都给了大山，1套都没留给小月。我当时想着，女儿早晚要嫁人，房子留给儿子，将来也好养老送终。老刘停顿了一下，环顾四周，继续道：可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这半年来，是小月一直在关心我，照顾我。我卖菜，她买下全部；我孤独，她陪我聊天；我无聊，她带我去老年大学学习书法。而大山，从我搬出去那天起，直到上周要办寿宴，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。老刘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直接刺入刘大山和王芳的心脏。他们站在那里，无地自容。爸，刘大山想要辩解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就在这时，宴会厅的门再次被推开，一群穿着统一服装的老人走了进来。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样东西，有的是书法作品，有的是手工艺品，还有的是水果蔬菜。小刘老师，生日快乐！这群老人齐声祝福道。老刘惊讶地看着这群人，眼中满是疑惑。爸，这是老年大学的同学们。刘小月微笑着解释，他们听说今天是您的生日，特意来给您庆祝，这些都是他们亲手准备的礼物。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走上前来，递给老刘一幅书法作品。小刘，这是我写的《福寿康宁》，送给你。虽然认识才半年，但你是个好人，帮了我们不少忙。你女儿小月也是个好姑娘，每次来看你，还给我们带营养品。你真有福气，有这样的女儿。老刘接过书法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顺着脸颊流下来。接下来，更多的老人上前送礼物，每个人都有感人的话要说。有人说老刘帮他修理过收音机，有人说老刘教他种菜的技巧，还有人说老刘在他生病时送他去医院。这些普通却真挚的故事，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原来，在这半年里，老刘不仅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，还用自己的善良和热心帮助了许多人。而这一切，刘大山和王芳一无所知。爸，对不起。刘大山终于忍不住跪了下来，声音哽咽。我辜负了您的信任和期望。王芳也红着眼睛，满脸羞愧。爸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那样对您。老刘走到儿子面前，扶他起来。起来吧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多难看。爸，那3套房子，我可以还给您2套。刘大山低声说道。老刘摇摇头，房子已经过户给你了，我不要回来。再说了，小月都给我买了新房子，我还要那么多房干什么？他转向刘小月，眼中满是疼爱和歉意。小月，爸对不起你。当初分房子的时候，我太固执了，认为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，没想到。爸，您别这么说。刘小月拉住父亲的手，眼中含泪。您是我爸，不管我嫁到哪里，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我理解您当初的想法，真的。老刘紧紧握住女儿的手，感受着那份温暖和力量。他突然意识到，真正的亲情不是建立在房产和金钱之上的，而是在困难时给予的关怀和支持。各位，老刘转向宾客们，声音坚定而有力。今天是我70大寿，虽然闹出了这些不愉快，但我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到来。请允许我再说几句话。宴会厅里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专注地看着这位经历了人生起伏的老人。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里，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本，女儿则被视为泼出去的水。我也一直这么认为，所以当初毫不犹豫地把所有房产都给了儿子。老刘停顿了一下，
深吸一口气。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这种观念是错误的。亲情不分男女，孝心也不分儿女。我的女儿小月虽然没有得到我1分钱的资助，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她的孝心和爱。而我，一个固执的老头子，用了70年的时间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。他的话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共鸣，不少老人点头赞同，年轻人则若有所思。所以，我想对在场所有的父母说，请公平地对待你们的子女，不要让传统的偏见蒙蔽了你们的眼睛。每个孩子都值得被平等的爱和尊重。老刘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但字字铿锵。而对所有的子女，我想说，真正的孝顺不是表面的风光，不是逢年过节的礼品，而是在父母需要时伸出的那只手，是在父母孤独时给予的那份陪伴。宴会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，许多人都被老刘的话所感动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老刘转向刘大山和王芳：“我不怪你们，也不会因此就不认你们。你们永远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媳。我只希望你们能从今天的事情中学到些什么，不要重蹈我的覆辙。”刘大山红着眼睛点点头，王芳也低声道歉。最后，老刘走到刘小月身边，轻轻抱住女儿：“谢谢你，小月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和关心。虽然我把房子都给了你哥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才是我最大的财富。”刘小月靠在父亲的肩膀上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“爸，我不在乎那些房子，我只希望您能快乐、健康的生活下去。那套别墅，我希望您能喜欢，那里的环境特别适合您养老。”老刘点点头：“我很喜欢，真的。不过，我有个请求。”“什么请求？”“我希望你也能搬进来，跟我一起住。”老刘真诚地说：“那么大的房子，就我一个老头子，太浪费了。”刘小月笑了：“好啊，我正有此意呢。我们医院就在附近，住那里上班也方便。”就这样，一场原本尴尬的寿宴，因为真相的揭露而变得格外有意义。老刘在70岁的生日上收获的不仅是一座新房子，更是对亲情的全新理解。3个月后，老刘和刘小月搬进了湖边的别墅。每天清晨，老刘都会在花园里种菜，傍晚则在湖边散步。刘大山和王芳也经常带着孙子来看望他，关系逐渐修复。老刘的生活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幸福。有时候，他会站在湖边，望着远处的山峦，想起那3套拆迁房。当初他以为把房子全给儿子，就能保障自己的晚年，谁知道最终带给他幸福的，竟是那个什么都没得到的女儿。人生如戏，世事难料，好在他还有机会明白这个道理，还有时间去弥补过去的错误，而这或许就是上天送给他70大寿最好的礼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